这是路飞一伙经历过最不寻常的一天，因为他们遇到了本不应该属于这个世界另一部动漫的人物，美食猎人4大天王之一的阿汝。他和小松、泰利为寻找传说中的梦幻食材汉克里拉鸟而来，这种鸟的肉入口即化，香味醇厚。第4见面，阿汝和小松还以为乔巴是什么有趣的稀有动物，于是将乔巴抓了起来，准备吃掉尝尝味道。我靠，我乔巴这么可爱，你竟然想将它吃掉，无情！路飞立刻出手去救乔巴，结果阿汝还以为路飞要抢夺他的战利品，立刻出手还击。这时候乔巴吓得哇哇大叫，说自己一点都不好吃。这次轮到阿汝吓了一跳，没想到这个狸猫一样的生物居然会说话。而此时小松朋友的泰利突然呲牙咧嘴，众人四周的草丛里出现了一双双凶猛的眼睛，随之而来的是香飘四溢的味道，路飞的口水都要滴出来。丛林里那些凶猛且美味的生物亮出真身，原来是捕获等级1级的烤全猪，他们身上的肉已经烤得焦黄，阵阵香味扑面而来。路飞和阿汝激动的尖叫，路飞从未见到过活着的烤猪，为了能够尝上一口，冲上去对着烤得滋滋作响的猪头就是一顿拳打脚踢。但是没想到遭到殴打之后的烤全猪身上的味道越来越难闻，甚至还有食物烧焦的味道。阿汝告诉路飞要一击必杀，不能惹怒他们，否则他们会因为愤怒而烤焦自己的肉，这样就不好吃了。最后路飞和阿汝成功的捕获了好几只烤全猪，狠狠的吃了一顿饱肉。路飞沉迷食物不能自拔，甚至已经忘记了桑尼号上面饿得瘫痪在船上的乌索普。在享受了饱腹的快感之后，路飞等人决定继续向前，给乌索普等人寻找更多的食物。但是前方危险啊！是什么凶猛的鸟类能让路飞和阿汝同时陷入苦战？它就是传说中的食材，捕获等级为3的汉克里拉鸟了。它轻轻扇动翅膀就能将娜美和乔巴吹飞，还好路飞及时拉住了他们。大鸟率先发动进攻，一爪抓向阿汝，阿汝艰难地使用过肩摔将大鸟摔倒在地。紧接着路飞几人也开始轮流向大鸟发动猛攻，但是都伤不了它分毫。这个大鸟身上的羽毛就好像钢铁一样又厚又硬，很难破防。大鸟飞向天空，接着俯冲下来，以十分迅猛的速度用利爪攻击众人，配合自己的翅膀制造的强风，让路飞等人暂时无法还击。阿汝说那钢铁般坚硬的羽毛下藏着绝美的肉质呢。路飞一听顿时来了精神，伸长手臂抓住鸟头，然后弹射上去，对准鸟头就是一阵机枪乱打。阿汝则负责在下面收割。此时的阿汝爆发出了恶魔般的气息，那是对于高级食材的渴望。一听手掌间都摩擦出了金属般的声音，一个叉一个刀就将汉克里拉鸟打倒了。路飞都直呼厉害。傍晚大家将大鸟烹饪使用，肉质果然名不虚传，香醇滑嫩，入口即化，比最高级的牛肉都要好吃。不过这种美食却不是阿汝所期盼的，他总感觉还差些什么味道。思考了良久，决定暂时不将这个食物列入自己的全套菜单。世界那么大，肯定还有更美味的食物等着自己，他们的冒险还将继续。娜美和小松被绑架了，绑架他们的是一种名叫考考拉的生物，而绑架的理由竟是把娜美当成了食物。路飞和阿汝赶紧前去援救，顺便夺取甘甜果实。据说这种水果云集了哈密瓜、西瓜、芒果、苹果等等水果的甜味，是让阿汝十分向往的一种饭后水果。经过一番周折，大家终于在长着甘甜全果的山顶找到了被绑架的娜美和小松。他们此时正在捕获等级为5的大考拉的肚兜里，双方狭路相逢，不用说太多客套的话，直接开干。首领大考拉咆哮着命令小考拉们进行攻击，山治等人迎击小考拉，而路飞和阿汝直接奔向首领。这头怪兽行动十分迅速，而且力量惊人，他一招就放倒了阿汝，然后躲开路飞的攻击，将路飞打倒在地。大怪兽站在甘甜全果的枝干上，利用高度的优势向下俯冲，一爪接着一爪。路飞和阿汝暂时找不到还击的时机。当大怪兽打下一拳时，阿汝正面应接了下来，然后路飞冲上去准备出招，却被怪兽一掌拍下来。阿汝趁机跳上甘甜全果的枝干，从上面攻击，但是大怪兽灵活地躲开了，然后利用枝干借力发力，一掌挠碎了阿汝的衣服。好在阿汝并没有受伤。此时阿汝的眼里只有那2颗巨大的甜美果实甘甜全果，他一定要尝到这种美味水果的味道。他对美食的执着感染了路飞，他们一起发出了对美食的誓言：我开动了。路飞利用自身的橡胶能力给阿汝充当弹射网，把阿汝弹向怪兽。阿汝冲过去一击钉拳，直接击中了怪兽的胸口，怪兽被打飞。路飞顺利把小松和娜美救了下来。而这时2颗巨大的甘甜全果剧烈的晃动着，岛屿开始了火山式的爆发。有趣的是，喷射出来的液体都是甜的。
可可告诉阿儒，自古以来各种文献中都记载着汉克里拉岛的传说，而所谓的梦幻食材并非是指汉克里拉岛，而是指这个小岛的本身。岛上蕴藏着各种美味食材、水果、巧克力和奶油，还有各种肉类。如果冠以梦幻食材这个名字，绝对是实至名归呀！好了，快告诉我这个岛在哪儿吧。